拜登发布新的制裁计划，把中国的军工巨头基本是一网打尽的。那么，拜登是要摧毁中国的武器创新能力呢，还是要打击中国的装备生产能力？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企业展开了一系列的制裁只要你涉及军工的，很多都制裁了嘛，包括高校制裁了一大批。公布了所谓的实体清单，什么华为浪潮中移动、中电信中芯国际什么理工大学等等大学国防七子嘛。自从这个拜登政府上任以后，这个制裁呢没有放松，而且还加强了。这包括以前制裁的单位没有撤销，现在是变本加厉，以这个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理由，把这个范围扩大了，到了59家中国国防和科技企业。你想，这个中航工业制裁了。中国发动机研制的这个航发制裁了，搞火箭、搞卫星的中国航天科工、航天科技制裁了，这个中国兵器搞坦克的肯定制裁不用说了，研制这个军舰的中船重工也跑不了，至于说是中核工业那更跑不了，你想沾个核字嘛？基本上把中国的军工巨头全给列入在内了。那么有人分析说这个军工企业按说是没有美国资本投入那么美国的制裁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分析认为，美国的目标呢不仅仅是制裁这些军工企业的巨头，而且呢是要制裁下属企业。等把这些下属企业都制裁了，那么中国的军工企业就没法在民用市场上挣到钱。没有这些个钱的话呢，中国军工企业就失去了通过市场募集资金的能力，没法从国际市场上募集资金，就失去了研发这个来源嘛。没有资金了嘛，最后中国和美国在高科技武器中竞争呢就要落败。但问题是，中国军工企业在搞各个国家重点项目的时候，可从来都不是靠市场募集资金的，更不是靠国际市场募集资金的，除非有个国家是要买点装备，像中国来买，那好，你交钱我交货。就是外销军品呢，有的时候是海外市场募集资金，解放军自个儿装备的可不是这么干的呀。所以这些企业的下属民品企业或者外销的单位说到底是国家拨款之外，另外开拓业务，丰富一下自个儿的钱包嘛，根本就影响不了主要工作。所以这个分析不靠谱。那么美国这么制裁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步呢，它是限制中国这些军工企业跟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来往的可能性。进一步呢，就是可能升级这个制裁，限制中国军工企业向别的国家出售产品或者是采购产品。现在呢，各个国家军工生产这个产业都是分布式的，包括美国在内。一个大型装备，不同的部件往往是由不同厂商，甚至是不同国家来供货的。你比如说波音飞机，波音飞机很多零件在中国造的，然后我们送过去组装的呀。包括你看美国一些军品，它的某些比如说这个化学物品一些个成分一些部件，有时候也需要中国生产。那么中国也有这个问题而且中国当年这个问题还挺严重的，就是某些重要的零部件需要进口。举个例子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热成像传感器还有制冷设备成熟以前，那么我们要搞一个热成像设备，搞一个导引头，怎么弄呢？当时从法国采购的这个传感器就很多，但是呢，就算你从法国能够买到传感器，国外一定要卡死你买这个制冷机。你比如那个斯特林制冷机，就是不卖给你你有钱不卖给你，而且卖得很贵。现在你看那个疫情期间，我们看到有些个单位、有些大门口已经使用了制冷型的这个热像仪来探测这个门口经过的人的体温，特别快。你看有些这个体温计，人要靠近了以后，脑袋对在那个温度计上对一小会儿，它报个温度。至于高水平的，你看什么样？你比如中国航天出的一款这个体温计，人在礼堂里边几千个人高速来回跑步也好，运动也好，每个人的脑门上的温度随时显示。为什么？那是高灵敏度热像仪，是制冷型的。所以我们现在制冷机突破了，芯片也突破了，就这个传感器也突破了。但如果你不突破的话，国外停止供货，你的热像仪噪声就没法降低，灵敏度就不可能升高，然后你也没法把整个系统小型化，你也没法做成导弹导引头。现在呢，我们被卡脖子的领域是少了，但是这个问题呢，多少还会存在一些。如果美国把这些企业进一步纳入一个制裁名单，并且升级制裁，就是要阻止我们从其他国家，比如法国、以色列获取一些性能比较好的零部件或者是技术。然后呢，你再看军工生产、武器研制就有可能被迟滞，虽然不能打断吧，但可能是让你迟滞一下。这个迟滞上5年、10年，就给美国的这个恢复优势争取时间。这其实还是打击华为的套路嘛。你看华为也是这样，芯片没给你代工了，包括你华为现在这个收发开关都给你卡死，让你做不了5G 的手机。
但是呢，中国这些军工企业跟华为呢还是不一样。华为啊有些问题难以解决，因为它不是一个国家级别的，它就是家公司嘛。中国军工企业遇到这些问题，那是可以动用全国机制去补短板的。既然美国又一次帮我们的这个军工啊去寻找了产业体系中的短板，那我们就只好赶紧加紧时间去把短板补齐。好在呢，美国下手呢已经有点晚了。未来几年，至于说几年呢，反正金灿荣刚刚说了个话嘛，说5年嘛。未来这几年我们要用的东西，恐怕早就已经超量准备完毕。毕竟军工产品还有一个特点，它不是手机。我们如果不考虑持续产能的问题，也不会轻易让这个装备设计定型进入部队服役的。好，关于美国对中国的军工企业的制裁可能产生什么后果，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